山河远阔，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。欢迎收听悠然心语。从小生活在单亲家庭，被酗酒父亲放养，是种什么体验？苏静婉8岁那年，因为母亲忍受不了父亲的家暴，两人离婚了。她瘦小的身板站在冷风里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母亲上了陌生男人的车，而他却被喝醉酒的父亲猩红眼地拽进屋里。在门被摔上的那一刻，他才感觉到恐惧，误以为父亲要动手打自己，哭着求饶：“爸，我会好好学习，别打我好吗？我不打你，你能一直待在爸爸身边吗？”他捣蒜般的点点头：“只要爸爸不打我，我会一直陪着爸爸。长大后给爸爸挣好多钱，多到花不完的钱。”因为他的信誓旦旦，父亲终于神色缓和了，伸手抚上他的小脸，声音沙哑地开口：“弯弯，这是你对爸爸的承诺，希望你能一辈子都记得。”说完这些，他就猛灌一口白酒，醉倒在破旧的沙发里了。而苏静婉却怕父亲出意外，在沙发旁整整守他一晚。因为母亲离开了，即便父亲再不好，他也不想失去唯一的亲人。可从那天开始，父亲就更变本加厉地喝酒买醉，还好吃懒做，每月最多干10天活，以至于苏静婉的书本费也是靠他捡瓶子换来的钱才勉强够用。庆幸的是，苏静婉学习很好，每一次考试都是全年级第一，也正因为这样的好成绩，才让她每年都能拿奖学金，顺利地读完初中和高中。但当她考上名牌大学，要去大城市读书时，父亲却要把她关在家里，想让她从此休学。爸，我上了大学，参加工作，才能给你挣更多的钱。他试图劝父亲开门，他爸喝一口白酒，才懒懒地说：“弯弯，你去的城市正好是那女人在的地方，你这一走就是想丢下爸爸，和他住在一起，对吗？你别忘了，在你8岁那年，那女人可是主动放弃你的抚养权。她先是嫌弃自己丈夫没本事，又嫌你耽误她嫁人，这样无情无义的女人，弯弯，她也配当你妈？”苏静婉在知道缘由后，举手发誓地说：“爸，我只想上大学，以后能有一个好的工作，好照顾你一辈子。我妈早就改嫁多年，就算我想走进她的生活，就按你说的，她都嫌我碍事，我懒得用热脸贴她的冷屁股。”话说到这里，父亲终于情绪稳定了，主动解开他手上的绳子，才挤出笑地说：“弯弯，爸爸想好了，为了照顾你生活，打算跟你一起去南城，好吗？”他感动得眼眶微红：“爸，我就知道你永远是最心疼我的。”可是爸爸没钱，去南城也要找新工作，他故意地叹口气。听完这话，苏静婉将自己的银行卡交给了他：“爸，这是我暑假打工挣的钱，都给你了。只要能让自己上学，他不在乎把钱都交出来。”看着父亲在笑，苏静婉终于长吁一口气，万幸他攒了这笔钱，能用钱解决的事果然都是小事。从这一刻开始，苏静婉就越发爱钱了。毕竟有钱就能上大学，有钱可以让他爸高兴，而自己的日子也就能过得自在些。所以从上大学开始，他就每天打2份工，一份养家，一份养着喝酒赌钱的父亲，而用在自己身上的就微乎其微了。4年后，苏静婉终于大学毕业。
然而他却并不高兴，因为父亲曾承诺过自己，让他多好大学，就为了嫁一个有钱的男人。毕业意味着要结婚，而对象还不能选择，就让他眉头紧皱了。爸，我想跟你谈谈。苏静婉递过来一瓶好酒，还有几个硬菜，就让父亲笑得合不拢嘴了。弯弯，让你读书果然没错，连给爸爸买酒都是名酒了。爸，我想去公司上班。行啊，只要你结婚了，就不归爸爸管。不过每月的生活费，你们俩是不能少的。他爸边吃边喝酒，十分的有兴致。然而苏静婉接下来的话却让他眉头一皱。爸，我不想嫁给王老板，他又老又丑，年龄都能当我爸了。只要你嫁的男人有钱，爸爸可以不反对。听这话，苏静婉笑着点头。爸，你放心好了，给你的彩礼和养老钱一分也不会少。爸爸只给你1个月的时间。没问题。苏静婉笑着走出家门，往家附近的大型商场走去。明天要去公司上班，该是给自己买一身新衣服了。她仔细挑了一下午，终于买好衣服，却意外碰到了男同事赵时衍。正好一个女人在争吵，大体的内容就是要逼婚，而赵时衍似乎对女人并不感冒。听完他的喋喋不休后，只是淡淡的来一句：我爸的心愿不需要你来操心，而且我娶媳妇只会找喜欢的。这话一说完，女人气得脸都绿了。赵时衍，你别忘了，我们两家是世交，咱俩还是青梅竹马，你就这么讨厌我？我表现得还不明显吗？他苦笑着反问。女人气得小脸憋得通红，指着他低吼：我等着你来求我。说完，他就气鼓鼓地走了，留下赵时衍在风里一个人凌乱。苏静婉听完墙根，想躲开的，却正好被他堵在角落，听完就想逃。他玩味地反问：嗨嗨，我是顺路走过来的，赵时衍，好巧。因为在面试的时候，两人就彼此认识，但仅限于相识。苏静婉，你这人很不诚实，而且还知道我的秘密，说吧，打算怎么补偿我？他口渴地凑近他的奶茶，想要偷喝一口，却被苏静婉给闪开。好没边界感的男人，看他眼神多几分防备。明天就要入职了，记得别迟到。说完，他就想走，却被赵时衍轻身抵在墙边，一副慵懒的开口：这么关心我，是不是喜欢我？他被直接吓到了。苏静婉冷静下来后，才觉得他似乎提醒自己，他现在需要一个丈夫，而赵时衍需要一个媳妇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他们倒是可以合作一把。我们谈谈。我正好口渴了。他慵懒地说。苏静婉笑着大方地说：我请你喝咖啡。不多会儿，两人就来到一家咖啡厅。因为要谈事情，苏静婉给他点了最贵的咖啡，而自己还拿着蜜雪冰城，并不打算多浪费1分钱。说吧。赵时衍坐他对面，淡笑地说：我承认是听到你的一些事情，但我会替你保密的。然后呢？苏静婉深吸一口气，才说：我想跟你结婚。理由？她笑得更灿烂了。毕竟刚见过两面的女人就有如此胆量，让她对苏静婉都有几分兴趣了。我需要一个丈夫，而你需要一个媳妇，咱俩各需所需。我也不是逼你，你可以回去考虑一下。我可以理解为是假结婚吗？他轻笑地问。
苏静婉猛地点点头。我现在没钱，恐怕给不了你彩礼，要不等我发达工资了，咱俩再考虑合作的事。其实是他的信用卡被父亲停掉，身无分文，房子又在装修，他实在有心无力。苏静婉不在意地笑笑，咱俩结婚，你不需要准备彩礼和房子，只要你人到场就好。这么好？他有些狐疑地盯着他美眸，心里在揣测苏静婉是否早就知道他的真实身份，才会来这种以退为进的手段。见他犹豫，苏静婉只能讲出实情。我爸有极强的控制欲，希望我毕业即嫁人，可我不想一辈子都跟一个我不爱的男人，所以才想跟你假结婚。赵时衍，我没有占你便宜，你要是不愿意，就当我没说。他笑着起身要走，就听赵时衍淡淡地说，我同意了，不过你真的不介意，我只是一个普通职员，没钱没房子，不能给你彩礼。现在的女人不都希望嫁个好男人，第二次投胎能顺风顺水吗？他问出心中的疑虑。我想要结婚，只是为了应付我爸，不然他就会制定人选，让我嫁过去。而且我读名牌大学，是为了有份工作，努力生活，而不是当好一个家庭主妇。你懂我意思吗？懂了，跟我走吧。赵时衍轻拍一下他肩膀，两人就走出咖啡厅。去哪？他低声问。去买结婚戒指啊，不然手上光溜溜的，如何骗过你爸和我爸？还有，苏静婉，你会演戏吗？不会，但我可以学。你可能不知道，我在上大学那会儿，上过几天的表演课，应该能应付家里的长辈。他信誓旦旦地回答。赵时衍玩味地挑起他尖下巴，那先给我来一个。来一个？啥？他一时竟懵了。而这时，他凑你的来到粉唇前，意味深长地说，我们是恋爱关系，走路隔着半米远，连牵手都没试过，你觉得能骗过他们？苏静婉脸红地捏住他的手，踮起脚尖地凑近俊脸，蜻蜓点水地亲一下，才问，这样可以吗？他还是第一次在大街上主动地亲一个男人，小脸瞬间就红得很显眼了。赵时衍看他羞红脸的样子，淡笑地开口，暂时过关，以后还是要多多练习，不然万一露馅，你我都麻烦。他的话让苏静婉脸颊更是红到发烫。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，现在先跟我回家一趟。可我戒指还没买，话未说完，就被苏静婉扯着衣角上了一辆出租车，才突然发现某人儿的脾气着实有点急。当晚，赵时衍就跟着他回到家里。他拘谨地坐在沙发里，扫一眼摆在墙边的酒瓶子，微蹙眉头时，就听苏静婉的父亲冷淡地说，你是婉婉的男朋友，你们谈多久了？怎么从未见你来家里？他爸审视的眼神让赵时衍尴尬一笑，正犹豫如何解释，就听苏静婉先开口，爸，我和时衍在大学就谈恋爱了，我每月给你的生活费都是他给我的。这话意思很明确，他们有情有爱，走在一起也是情之所至。他爸不禁打量赵时衍，穿着一般，不像是一个有钱人，试探地问，时衍，你和婉婉结婚，准备给多少彩礼？只要给的钱到位，他并不在意女儿嫁给谁。在他眼中，女儿就是他的摇钱树，还是花花落钱的那种。我听叔叔的。赵时衍表明的态度让苏静婉的爸满意的一笑，
顺势给他倒一杯茶，喝茶。谢谢叔叔。我是这么想的，既然要结婚，也没必要大操大办，只要你们俩能够幸福，我就心满意足。至于彩礼，就给20万吧。爸，外面现在最多才10万，你还真敢要？苏静婉扫一眼赵石眼，你给10万就行，我是嫁给爱情，不是卖女儿。我听你的。赵石眼配合的点点头。看到他们已经定下来，苏静婉的爸只能嘿嘿一笑，10万就10万，那这钱啥时候给我？他还着急拿钱，带着女朋友去外面旅游呢。苏静婉想了想，才说：爸，我们下月订婚登记，到时候再把钱给你，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。你说。他迎上父亲的眸子，爸，我们刚结婚，哪都需要花钱，未来1年我不能给你生活费了。这是我们父女私下在谈。赵石岩想说话，却被他握住了手。爸，我给你生活费可以，但彩礼只能给你1半。犹豫半天，他爸终于开口了，就按你说的办，先给10万，不然休想嫁人。从老破小公寓出来时，已经是傍晚，望着落日余晖，苏静婉苦涩一笑，想笑就笑呗，不用忍着。赵石眼安慰地拍一下他的肩膀，你有一个不省心的爹，我也比你好不到哪去，不过是你要嫁给我，这10万我帮你出了。苏静婉笑着摇头，是我找你的，这钱不用你来出，再说如果牵扯金钱，我们的婚姻就不纯粹了，到时候离婚也会麻烦。听到离婚2字，赵石眼眉头一蹙，弯腰逼近他脸前，婚还没结，你就想要离婚？苏静婉，你是早有下家了吗？突来的亲近让他紧张的身子一颤，刚要往后仰，就被他顺势揽上纤腰。夜色笼罩的树下，橘黄色的路灯，暖光正好环绕在两人周身，给人一种唯美的视觉。途经的路人都投来艳羡的目光。还有一个中年女人对一旁的丈夫说，我们刚谈恋爱那会儿也是这么腻歪，老公，你都多久没跟我约会了？约会2字让苏静婉脸颊一红的轻咳着。赵石眼轻拍她后背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那个你不是要回家，赶紧走吧。那你呢？赵石眼关心地问。苏静婉微微一笑，我不住这里，在前面的小区租的房子，今天真的谢谢你了。他没有想到2个并不熟识的人竟然突然就谈婚论嫁了，一想到未来会免不了的凑在一起，他脸颊又红起来。赵石眼盯着他娇美可人的样子，竟有几分看痴了。他一直在国外读书，也遇到许多女生，但唯有苏静婉的颜值最能打动他，有种婉婉泪倾的感觉，让人觉得舒服，又想亲近他。苏静婉，你谈过恋爱吗？他好奇地问。他脸红的一笑，没有。我知道了。赵石眼朝他挥挥手，笑着往一旁的出租车走去。临上车时，意犹未尽地再看他一眼。苏静婉，明天公司见。他点点头，注视着出租车离开，才转身往自己住的小区走去，心里竟开始乱糟糟了，不知自己这么做是对还是错。但有一点他是确定的，与其嫁给40几岁的官夫，他宁愿嫁给赵石眼，毕竟自己选的只是假结婚的对象，想要分手时，他还是原来的自己。几天后，从医院出来，赵石眼和苏静婉就去民政局领结婚证了。
两人算是闪婚。苏静婉盯着自己的结婚证，竟抿嘴一笑，这就结婚了，还真是快。赵时妍猛然凑近他，一脸狐疑地盯着他，姣好的小脸。苏静婉，你不是后悔了吧？没有，我只是觉得太不可思议，我们才认识几天，就成了合法夫妻。其实我觉得，办个假的结婚证，应该也能骗过家里长辈。赵时妍摇摇头，办假证很危险，更何况长辈都不傻，我们要想糊弄住他们，只能真的结婚。再说了，只是领个证而已，又不费啥事，还是你怕自己以后不好再嫁？苏静婉愣一下神，才又说，我恐怕不会再结婚，毕竟父辈的婚姻就是一地鸡毛，我不觉得自己的运气能够遇到一个爱我又专一的男人。他仰望天空，深深地叹口气了。人不要悲观，或许你的不幸就为了让你遇到一个好男人。这时天空下起了毛毛细雨，赵时妍从包里取出一把黑伞，给他撑起一片晴空了。他仰望赵时妍的眸子，四目对视，如过电一般，让苏静婉慌忙低下头。我真的走了，今天我们领证，我请你吃饭。他顺势扯住他的胳膊，苏静婉微皱眉头，我还要去酒吧打工，改天再请你吃饭。吃饭不急，我有事求你。说。苏静婉微微一笑的顿在原地。我的房子因为进水，正在装修，你能收留我1个月吗？他一脸殷勤地问。这是钥匙，我住玫瑰小区3号楼1单元302室。那你呢？不跟我一起回家？他无奈地点点头。那我在你下班时去接你，毕竟在酒吧上班还是有危险的。完全不用，我从大一开始就在酒吧上班，还没人敢欺负我。别看我柔弱无力，我可是练过3年的散打，一般的男人还真不是我的对手。不想让他失望，苏静婉又说，要不你给我留份晚饭，省得我回家买夜宵了。好。两人分开后，苏静婉就打车去了酒吧，而赵时妍走进路边的豪车，弯腰上车后，一脚油门就驶向自己的别墅。在车子停稳时，遇到等他1个小时的李佳，眼神里的哀怨让他眉头一紧，想要装没看见离开，却被他伸手挡在车前面。赵时妍，你为啥躲着我？他潇洒地走下车，将自己的结婚证在他面前晃一晃，才说，我现在已婚身份，真不适合单独见你，我媳妇会吃醋的。他这副慵懒的神色让李佳气得脸色煞白。赵时妍，你一定是找的女人跟你假结婚，你给她多少钱？有事说事，别拿我的婚姻开玩笑。李佳，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，我只跟爱的女人结婚。说完这话，他都吓了一跳。原来在自己心里已经暗暗喜欢苏静婉了。半月前你还没有女朋友，这才过了没1月，你就闪婚了，换作是谁都会怀疑的。你爱信不信，反正我们已经结婚，也见过了家长，你信或不信，丝毫不影响我们相爱。赵时妍转身走进别墅，而李佳却紧跟着走进去，边走边说，赵时妍，我要见一见这个女人。见她？你没这资格。赵时妍大手一推，将李佳推出门外了。这么聒噪的女人，他一刻也不想容忍。同居的第3天，赵时妍正在玩游戏，就接到苏静婉的电话。喂，我在上班，你能帮我去警察局一趟，把我爸捞出来吗？
我现在就过去。因为时间紧，赵石眼开着管家的车去了警察局。爸，你怎么被抓来警察局了？赵石眼在见到岳父后关心地问。苏静婉的父亲尴尬地一笑，说来话长，我要是告诉你，你能帮我保守秘密吗？他笑着点头。岳父才说了整个事情的经过，原来是两男争一女，而岳父又碰巧喝酒了，所以两个男人就动了手。因为那个男人动刀想要看人脸色，女人害怕就打了报警电话，结果3个人就一起来警察局了。爸，我支持你寻求幸福，但喝酒闹事就有点吃亏。何止吃亏，我还被那人讹了几万块。石眼，要不你偷偷给爸一点钱，我去外面散散心，也好疗愈我的失恋。岳父向他伸手时，苏静婉碰巧走进来，冷着脸说：石眼，家里的钱我说了算。爸，你要是缺钱，可以直接问我要。苏静婉半点面子不给，让他眉头紧皱，正在气头上，想要抬手打人，却被赵石眼给攥住了胳膊。爸，弯弯是我的妻子，你要打她，也要问我愿不愿意。哈，我就不该把弯弯嫁给你，才结婚几天就开始对你岳父动手。爸，这是警察局，你要在这动手，我也不拦你了。赵石眼笑着松开手，这话刚好提醒了自己岳父，边往外走边自言自语地说：女大不中留，过后就要把自己父亲给丢了。赵石眼安慰地朝他一笑：没事，过后我跟爸解释。赵石眼，你其实不用在意，我早就习惯他的冷嘲热讽，就算他现在动手，过后也会找机会哄我，我们父女俩是打不散的。他打你，我只是心疼你。心疼我。苏静婉站在警察局门外，身子微微一颤，转身迎上他的眸子：你是除了父母之外唯一在乎我感受的人，我们是合作伙伴，我当然在乎你，更何况你要是脸上有伤，我爸妈那里会以为是我动手打的。苏静婉，我可不想被误会是家暴男，不管你出于什么原因，都要谢谢你。送你的。苏静婉看着他手上的盒子，打开一看，竟是一个彩金的手链，样式别致，十分的赏心悦目。谢谢，我很喜欢。这个多少钱？我送你的生日礼物。他指尖微颤，竟有几分受宠若惊了。毕竟自己23年来第一次收到生日礼物，还是除父母以外的外人给的，就更让他感动了。你竟然知道我生日？赵石眼轻点他额头一下，才得意地说：我们是领证的夫妻，知道你的生日不是轻而易举的事，我还有半年才过生日，你可以慢慢准备礼物。好，到时一定给你一个惊喜，不过这个挺贵吧？你房子还在重新装修，不该为我花钱的。苏静婉说着就要给他转账，却被赵石眼拦住。我给你买礼物，是想哄你开心，可不是要你给我报销的。走吧，我现在饿毁了，请我吃火锅呗。好，请你吃最贵的火锅。赵石眼搭上他的肩膀，笑呵呵地说：我从不吃最贵的，只吃最好吃的。苏静婉，我知道一个地方，那里的火锅最正宗。因为警察局的小插曲，他们的关系似乎变得有些微妙。苏静婉的心思有一丝丝的松动，却不知自己对赵石眼的不同就是喜欢。很快就到中秋节，苏静婉第一眼见到赵石眼的老宅，
才一脸惊讶地说：“你没有房子，可你老家却是别墅。”我的房子只是泡水了，而且这是我爸妈的房子，祖辈传下来的。苏静婉，你不是怕了吧？他笑着问。是有些怕。话说一半，赵时妍揽上他的纤腰，安抚地凑在耳边：“不用怕，他们都是很好相处的，就是一个家宴，没必要太紧张。你有我呢。”说完，两人就牵着手走进了别墅。弯弯，这是送你的礼物，希望你能喜欢。苏静婉刚坐下来，就收到公婆和奶奶的礼物，望着琳琅满目、精美绝伦的礼物，她已经感动得眼眶微红。自从遇到赵时妍后，她似乎真的变被在乎了。我妈一直喜欢收藏这样的首饰，她箱子里还有很多。看她一脸的惊讶，赵时妍才笑着又说：“以后都是你的。”可我刚要说不是真的儿媳妇，就被赵时妍摇头打住。只要你现在是我妻子，他们以后就是你的。苏静婉，你可生气？我没有告诉你家里的情况。不气。对了，你妈刚才说的，一会儿要有朋友过来，是谁？赵时妍没趣地叹口气：“我妈的干女儿，也是那天你瞧见的女人，她叫李佳，是李氏集团的掌上明珠。不过有我在，谁也别想欺负你。”苏静婉听完他的话，更惊讶了：“你别告诉我，你就是赵氏企业的继承人，从国外回来，特意在公司从底层锻炼的。”“这么快就被你猜到了。”“我想自己做错了。”苏静婉没有想到，自己从公司里随便找的老公，竟是了不起的身份，自己这不是占人家便宜。赵时妍将他抵在墙边：“我说你就信，哪有那么厉害？我只是生在有钱的人家，但不是唯一的继承人。我姐也是你的大姑姐，她比我更适合当董事长，而我就想过简单的生活。”苏静婉还来不及细品，李佳就走进院子，而这时赵时妍被叫过去见朋友了，所以整个院子就只有他们俩了。李佳上下打量一番，才鄙夷的一笑：“你就是时妍，从外面找的女人也不过如此，是与你豪门千金的身份比不了，但我是时妍的妻子，这就足够了。”苏静婉是懂得如何气人的，才不过一个回合，就让李佳脸颊憋得通红，伸手想要将她推进水里，却被苏静婉巧妙躲开，而自己竟闪身掉进了水池里，再上来时已经是落汤鸡的样子，十分的搞笑。“你没事吧？”赵时妍正巧赶过来，凑到苏静婉身边，关心地问：“我没事。”“时妍，他推我。”李佳一身水地走近他们，气鼓鼓地等着苏静婉。要不是有人在，他真想动手打人了。“我早就看到了，是你自己掉进水里的。李佳，做事也要有个分寸。”赵时妍的数落让李佳委屈的眼眶通红，一滴热泪滚落下来，在外人看来十分的可怜兮兮，然而他却只是在关心苏静婉：“弯弯，饭已经吃好，我们该回酒店了。”“你们不在家睡？”李佳着急地问。赵时妍看他一眼：“我们想有情趣，所以想每天换一家酒店。弯弯，走吧。”他牵着苏静婉的手，当着李佳的面大方地走出院子了。“干妈，你管管时妍，她竟敢假结婚。”李佳气鼓鼓地说。赵母安抚地朝他一笑：“佳佳，你恐怕误会了，我瞧着时妍和婉婉很般配，而且她是时妍唯一带回来的女人，干妈觉得他们是真爱。”
那我呢？李家喜欢赵时妍好多年，现在竟觉得异常委屈了。干妈温柔地拍她的后背，佳佳，你以后要是嫁人，干妈一定给你最大的惊喜，好吗？不好，我只想嫁给时妍。你要嫁，也得时妍喜欢啊。佳佳，听干妈一句劝，及时止损，比啥都强。人生漫漫，总会遇到真心爱你的男人。李家心里却想，他只爱赵时妍，也只想要赵时妍，别的男人就留给别人吧。苏静婉去而复返，是手机落在沙发里了，正好与李家四目对视，尴尬的一笑，我来拿手机。苏静婉，刚才的话你都听到了，现在没有外人在，就我们几个，你告诉干妈，你们是不是假结婚？李家咄咄逼人，赵时妍将苏静婉护在身后，才冷声说，李家，我早说过，我们俩的事与你无关。眼看气氛越来越紧张，苏静婉主动地搭上他脖子，凑你再薄唇亲一下，才笑望着李家，我很爱时妍，比你想象的更爱他。说完，他牵着赵时妍的手，两人匆匆离开院子了。谢谢你刚才帮我。赵时妍摸一下薄唇，意犹未尽的一笑，他从不知被女人强吻，竟也是如此令人痴迷的。他们这算不算先婚后爱？他甚至已经期待两人以后的新婚生活了。我也是在帮自己，李家太难缠，是该用一些非常手段。苏静婉想起刚才的事，已经脸红到耳根子，但她心里终于确定一件事，自己喜欢赵时妍，因为他和他的家人所能给的关爱，是自己这些年最渴望的。他不是一个贪心的人儿，但赵时妍给自己的关心、爱护，让他想要靠近他。赵时妍温柔地望着他，那也包括将我抓在手心里吗？或许吧。我未必有这个本事，赵时妍，我们俩天差地别，我想自己不该这么占你便宜。他才说完，就被赵时妍用手封住粉唇，淡笑地说，弯弯，我们是平等的夫妻，在国家受保护，在家里爸妈也更偏爱你，你还有啥觉得不妥的？好吧。他笑着释然了。从这一刻开始，苏静婉在心里想，如果他们就这么在一起，假戏真做，也挺不错的。只是两人的差距，让他隐隐有些担忧。安稳的又过几个月，苏静婉也习惯了赵时妍住在他家里，毕竟两人是夫妻，若是各住各的，确实容易让人怀疑。而且他爸最近老实许多，也少不了赵时妍的功劳，所以在他心里是不抗拒与他住一起的。在酒吧兼职，苏静婉意外遇到李家了。好巧，李家鄙夷的眼神让他微蹙眉头，是挺巧的。苏静婉，你在酒吧打工，这事赵时妍知道吗？与你无关。苏静婉想走，却被他拦住了。你是不是觉得只要嫁给赵时妍，就是嫁进豪门了？其实在干妈心里，你不过是替他们传宗接代的女人，如果生下孩子，你会分到一笔钱，如果没有，你将会被赶出赵家，是吗？那也至少比你强。李家被气得脸都绿了。苏静婉，你要是愿意，我可以给你一大笔钱，只要你离开赵时妍，毕竟我最不缺的就是钱了。那你跟赵家比起来，哪个更有钱？自然是赵家，他们在国内外都有公司，而且在国外的分公司也已经上市。像赵家这样的名门望族，你根本不配。
苏静婉温柔一笑，那我就更不应该离开他，毕竟当豪门太太一直是我的愿望。听他肆意的话，李家抬手扛大人，竟被一旁走来的男人稳稳掐住他胳膊。女人喜欢动手，可不是好习惯。你谁呀？我是谁不重要，最见不得女人仗势欺人。你没事吧？秦景安望一眼苏静婉，就被她美貌惊艳，只是惊鸿一瞥就已经沦陷了。我没事，谢谢你。苏静婉望着李家离开，才笑着递给秦景安一杯酒，我请你的。秦景安，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。听他这么直白的表达自己的心意，苏静婉微微一笑，只是做朋友，我很愿意。他意思也很明确，别谈感情，一切都好说。弯弯，赵时衍来接他下班，正好看到这一幕，眉头紧皱地走过来。晚上他纤腰，不打声招呼就带着人离开了。你生气了？刚上车，苏静婉就笑着问。她毫不掩饰自己爹情绪，毕竟想起男人刚才灼灼的眼神，赵时衍心里就憋气。回过头来，我在开车呢，要注意力集中。那你别后悔。听他这么说，赵时衍将车子稳稳停在路边了。苏静婉单手将他的头拉低，凑在薄唇吻一下，才意味深长地说，那人我根本不认识，只是帮我打发走了李家，仅此而已。真的？我是有妇之夫，基本的态度还是有的。赵时衍，你也太能吃醋了吧。赵时衍顺势揽上他纤腰，加深了刚才的吻，才委屈地说，你也不能怪我，我们结婚都半年了，还是各睡各屋。弯弯，我怕你跟别人跑了。苏静婉在他额头敲一下，才淡淡地说，不用这么没自信，我若是想跑，8头牛都拉不回来。赵时衍，我今晚想吃麻辣香锅。夜宵吃麻辣香锅，你不怕明早爆痘？我都结婚了，还怕这个？那倒是。听他把已婚挂在嘴边，赵时衍满意的笑了，心里也是得意了几分，将刚才的不愉快早就抛诸脑后。酒足饭饱后，赵时衍一脸炙热的盯着苏静婉，弯弯，今晚你打算如何弥补我？现在凌晨2点半，已经是第2天早上，你说的弥补从何说起？他笑着捧住他的俊脸，凑近吻一下，才傻乐地盯着这张完美的脸。赵时衍的颜值也很让他心动。我想跟你过新婚夜。苏静婉攀上他的脖子，如你所愿。两人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，从行婚到真正的婚姻生活了，如一般的夫妻，过着甜美而温馨的小日子。临近过年时，苏静婉竟收到母亲的电话，说是要见一面，本想拒绝，但听母亲说自己病了，便只好答应。弯弯，你这些年受苦了。母亲想要握紧她的手，竟被苏静婉躲开。我过得好不好不重要，你过得好就行了。这暗戳戳的讽刺让母亲微微一愣。弯弯，当年妈妈离开是想带你一起走的，是你爸非要把你留在身边，还对你非打即骂。弯弯，妈妈现在有能力可以带你离开。妈，有事说事，我不想听过去的事。弯弯，妈妈听说你嫁给这个男人是你爸逼着你嫁的，你要是不愿意，妈妈可以帮你离婚。妈，你让我离婚是想步你的后尘。母亲哭红眼的摇摇头。弯弯，妈妈只是想让你过得好，
毕竟你现在的老公是一个普通职员，有钱不一定幸福，但没钱的婚姻注定是一场悲哀。弯弯，妈和你爸就是最好的例子，趁着你爸不在这里，也管不了你，你跟妈妈走好吗？只要你肯离婚，妈妈给你介绍一个成功男人，是你继父的儿子，只要你嫁过来，以后的家产都是你的，不比你现在的老公强100倍不止。苏静婉苦涩一笑，妈，你让我离婚，就为了让我嫁给你丈夫的儿子，我们俩在一起，真的好吗？不会让外人戳脊梁骨吗？还是你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，才想着把我也拉过去？好了，算妈妈胡说的行吗？我现在头疼得厉害，你送我回家吧。见母亲脸色煞白，苏静婉也不再纠结，开车送母亲回家了。你们聊，妈妈去给你们包饺子。苏静婉本想拒绝，但碍于秦景安救过自己，挤出一丝笑的打招呼，我们还真是有缘，原来你就是我异父异母的大哥。我也觉得挺巧，张姨说的话你不必在意。他点头，我也没法在意，毕竟我已经结婚了，即便再好的男人，对我而言也只是过雨云烟。大哥，你跟我妈说一声，我有事先走了。苏静婉不等他反应过来，已经消失在夕阳下了。秦总，人都走远了，你还舍不得收回视线，看来是动凡心了。李佳从一旁走过来，笑着调侃他。原来他们是邻居，刚才苏静婉和秦景安说话时，他早就躲在角落，就等着现在挖苦某人。李佳，你觉得他怎么样？很美又知性，与你很般配，可惜人家已经名花有主，你是暗恋即被甩，没得救了。李佳惋惜地笑笑。秦景安却并不这么认为，我听继母说过，她这个女儿吃过不少苦，嫁的男人也是被父亲逼迫的，早晚会离婚，所以我还是有机会的。那我帮你。你会这么好？李佳捶他胸口一下，才没好气地说，我是真心帮你，你却怀疑我，秦景安，你就活该被甩。秦景安示弱的一笑，就当我求你，帮我追到苏静婉，你想要的合同，我立马就给你签。行吧，就帮你一次。李佳一脸得意地离开。过后就将一张亲密照发给了赵时衍，还特意地告诉他，两人是在偷偷相亲，说不定很快就找他摊牌了。苏静婉下班回家，已经11点了，她打开灯，却发现赵时衍喝醉的靠在沙发上睡着了。见他回来，冷冷地开口，苏静婉，你去酒吧打工，就为了跟别男人约会吗？你说什么呀？莫名其妙。苏静婉绕开他，想要去浴室，却被赵时衍抱住腿。苏静婉，你跟秦景安到底好多久了？你认得他？他狐疑地问。我跟他是大学时的校友，而且我们两家也有一些交集。苏静婉，你跟他在一起图什么？难道他给的我给不起吗？赵时衍越说越离谱了。时衍，你自己喝醉耍酒疯，我懒得管你，等你清醒了再跟我谈。苏静婉一把推开他，就气鼓鼓地摔门走了。她因为心里憋闷，就直接去找闺蜜，不知不觉静住了1周。弯弯，要不我打电话让他来接你？之梦，我觉得他或许有家暴倾向。苏静婉眉头紧蹙地叹口气。她当初选择赵时衍，就觉得他脾气好温吞，是个能过日子的人。即便是假结婚，
跟一个情绪稳定的人，也好过像他爸那样的，动不动就摔酒瓶子，除了会宣泄情绪，啥也做不好。闺蜜张之梦递给她一杯红酒，自己也喝一口，才说会不会是他在意你的表现？毕竟是谁看到那张照片都会发飙的。弯弯，有家暴倾向的男人不是赵石眼那样的，你或许真的误会他了。爱我就要动怒发脾气吗？张之梦又喝一口酒，才笑着说，你听过一句话叫爱之深恨之切吗？他只是太在乎你，才会大声跟你说话，也只是为了让你能够重视他一点。听了闺蜜的话，苏静婉终于把赵石眼从黑名单拉出来，就收到他10几条短信和几10个未接电话，让他心里有些紧张。在回给他一条信息后，赵石眼就打过电话来。喂，婉婉，是我说错了，我们见一面好吗？苏静婉心里一暖，我在闺蜜家，等我收拾好，明天再回家。可我现在想见你，我喝酒了，不能开车。赵石眼着急地说，我去接你。刚放下手机，闺蜜就扑哧笑了，明明爱惨了对方，还装得漠不关心。苏静婉，你也有被套牢的一天。你才说错了，赵石眼家境优越，我跟他的婚姻是我赚便宜更多，他还让我爸戒酒，安分的找个班上，就冲这一点，我就挺佩服赵石眼。闺蜜轻拍她肩膀一下，那就好好过日子，毕竟俊男美女的组合着实令人艳羡。走了，她已经在门口了。苏静婉跟闺蜜告别，就走出门外，正好撞进了赵石眼的怀里。这时天空正好下起鹅毛大雪，洋洋洒洒的雪花，还有两人相拥在一起，才真是最美的一幅画。弯弯，对不起，我不该误会你。她一脸的愧疚和自责。苏静婉摇摇头，帮她捋顺吹乱的头发，才说，石眼，是我误会你了，以为你喝醉酒的行为是家暴的前奏，刚才闺蜜已经纠正我了，你是在乎我才会生气的，是这样吗？我爱惨了你，又怎么会跟你生气？我对天发誓，以后再不喝酒。苏静婉笑着摇头，谈生意时总免不了喝酒，只要在我面前，你时刻保持冷静的情绪，别让我觉得自己是嫁给像我爸的男人，那就行了。好，我都听你的，但李家说你要跟我离婚，嫁给你妈喜欢的秦景安，不是真的吧？她紧张地问。苏静婉主动地凑在俊脸亲一下，才又吻上了薄唇。石眼，当初结婚时，我就在心里暗暗地想，如果咱俩哪天离婚，我恐怕不会再结婚，或许在那时那刻，我们的缘分就开始了。跟我去个地方。哪里？赵石眼揽着他的纤腰，边走边说，带你去见岳母，让他知道我们是最般配的，想要拆散我们，就从我身上趟过去。石眼，日子是自己过的，没必要牵扯别人。他笑着来腰抱起他，一往情深地说，我只想让情敌看明白，我们到底有多相爱。说完，两人已经坐上车，车门关上时，他们已经深情拥吻在一起了。生活还要继续，他们的爱情才刚刚恰到好处。全剧终。